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是设计师的 PK 单元，今天邀请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来一起分享技巧给大家。我们今天分享是男士剪发教学。在教学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安博。Hello， 我是安博。好，他是我们开店到现在的第一个助理，他现在也是设计师。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师徒对决。那我们现在来跟安博老师聊一下，因为我们很熟了，我们已经开店到现在已经也工作5年了嘛，对，但是观众对你不熟，对，好，那问一下大家想了解的部分，你的做美发到现在年资多久了？大概7年有了。7年的时间，对。然后来有造型5年了，对。对，所以所以你是本科系的学生吗？对，以前高中的是念美发，对，然后大学不是，可是我大学没有毕业。为什么大学没有毕业？那时候因为是读那个服装设计，对，然后服装设计就是那种爆肝爆到死的那种，早上上班，然后下班之后就马上去上课，对，然后下课的时候已经好像快10点，然后10点回家还有作业，还要再弄，你还要在那边剪衣服、拼衣服、再缝衣服。我觉得不是作业多少问题，是你有兴趣吗？对，做衣服那一块。没有。对啊，不然我看你之前做模特、做发型，搞到半夜也都很常见啊。对，所以兴趣很重要。对。好啦，那你做美发到现在，你最擅长的风格是什么？我最擅长是男士剪烫，也蛮喜欢韩系的风格。对，所以如果喜欢韩系，然后男生对整理上有问题，可以找他，找不到我找他。谢谢。好了，然后他在我们的一馆哦，就是我们第一家店公园一馆，台南的公园一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要 PK 了嘛？你准备带来什么样的发型？最主要做的是男士比较清爽的短发，那会用到推剪的部分。那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技巧？旁边两侧的话，想要用渐层的方式下去帮它剪。了解。好，那我今天带来也是一款韩系的短发，就是大家常见的那一种齐刘海的那一种短发，有一点像锅盖头，但是又是长版的，是非常多人喜欢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 PK 就准备开始了。Go！ 好，这就是我今天的模特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现在两边的长度啊是比较厚、比较长，因为是搓印法的关系，它两侧很容易蓬起来。那蓬起来的话，就会让它脸型看起来啊是比较宽一点的。那我们今天帮它做调整的话，就是两边会帮它做修饰。修饰完成之后呢，我们这两边的长度啊再做调整，那这造型就完成了。那我们先来操作第一个区域。在剪之前啊，我们先抓到两边的头角的位置，它两侧头角是比较宽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做分区啊，就会依头角的位置下去做一个分区，梳子往前梳，然后把多余的头发先夹起来，然后今天使用是这一种月牙夹，然后它再可以很快速的把头型的位置区域抓出来，抓出来之后啊，我们在做推的动作，不要直接推到太短。我们会先保留一个长度，所以我们先用梳子做保留。那这边位置啊，就直接用3mm 的公分套下去修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在推的时候啊，梳子啊放在它的分线这一块做预留的动作。我们下摆这边一样都先剔除，由下往上这样轻轻的推上来，然后慢慢往后连接。我们都先把下摆比较多余的长度先去掉，然后等一下再来修饰轮廓跟细节。到耳后这边啊，一样梳子顺着这个头型的位置，一个弧度这样往后摆，然后轻轻的这样推上来，然后到耳朵发髻的边缘比较不好推的耳朵可以稍微往下压一下，像这样把一些多余的杂毛先去除，然后侧边第一层推完之后，我们开始再来做连接。那这样侧边啊，很快速的就可以完成了哦。好，第一层都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拿掉公分套，然后这个距离啊，我们把它推到最短的距离，从前面这里开始做连接。
连接的话，记得手的梳子是拿横的，横切面，然后由下往上勾勒出来，把多余的头发有看到这个角度，我们直接把它去除。我们在推的时候啊，记得不要选择比推剪窄的梳子，就是宽口窄的，我们选择这种宽梳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如果你用窄梳推的时候，很容易切到旁边，这样就会有缺角的部分。所以我们在推的时候，尽量选择这种比较宽的。然后由内层这里下刀，这样在连接上就不会有失误咯。这一块有没有看到多余的角？这是很多人在剪发会犯的错误，就是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连接。那这部分你只要用梳子这样轻轻的推进去，你会看到这边比较短，这边比较长，把长的这一段去掉，它的头型就可以被修饰得很好了。好，然后像它的头角啊，因为它头发是搓晕发，我之前有分享过，搓晕发的话都会有这个直角。那这直角啊，我们做一个比较高的技巧，就是我们反向拿电推，由上往下，把这个角度直接去除。然后在去的时候，用小拇指轻轻的挡着，不要去掉太多，轻轻的这样把多余的角度去掉。那如果怕去太多的同学啊，你可以多看镜子，然后去做练习。好，那这样侧面就修剪完了，我们再来把另外一边完成。好，那我们另外一边也完成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整个修饰啊，这样两侧推下来的干净度就会比较好。那后脑勺这一块是我帮它预留了头型，因为它后脑勺其实是比较扁塌的。那我们在后区下摆这一块就可以稍微做预留。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个后头型的修饰，让它后脑勺是比较蓬的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把它放下来。现在来准备剪第二个区域，就是上层。上层的话，我们先把头发梳顺。那我们看一下哦，依照它后脑勺的旋去做一个调整。像它的旋是比较往后的，但是如果在这边的话，你会发现后脑勺其实非常的低，所以呢，我通常会在顶部区再帮它做一个假的旋出来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因为它可以制造出它后脑勺的蓬度，那让它的蓬松感跟顶部区的立体度会变得比较好。所以就用头发去把它原本的旋盖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放下来之后，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大断层。那这断层不要担心，它其实很简单就可以处理了。我们只要用梳子，像我刚刚教的那个方式，横式进去，把多余的角度去除，这样就可以连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要戴公分套，然后齿距把它推到最前端的位置。那我们这样轻轻的梳上来，那把这个角度直接做去除，然后就顺着我们刚刚推掉的位置，这样往上做连接，这样它后脑勺的修饰效果就会变得非常好哦。然后到这块角度一样推上来，轻轻的连接起来。好，这样后脑勺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整个连接就完成了。那从侧面看啊，可以看到它整个后脑勺的一个饱和感，这个问号的形就会比较立体一点。那这样我们再去做吹整的时候啊，它就比较蓬，比较立体。那现在要处理就是两边这边比较蓬的地方该怎么做修饰。我们接下来我们修两侧给大家看。侧面这边要修剪的时候啊，我建议大家先分两个区域，从头发的顶部区域稍微分一层起来。那内层这里啊，可以压着，把多余的长度做一点点剪的动作，让它柔和一点，因为我希望它是可以盖下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做连接了。连接的话是需要去掉这些头发，但去掉的话，它就剪掉太多了，它是没办法做修饰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拿出我们的剪刀，那由上往下这样压下来，把多余的长度做点剪，制造柔和感。然后让它不连接哦，它内层是比较短的，外层盖下来，不连接的方法。然后这样每一层去做一个调整，放下来，把多余的长度修掉。好，最外层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一个轮廓修剪。最外层的部分，我们往上拉135度，提拉起来，把多余的角度直接做修除。这样就不会让它两侧盖下来太厚重，
把多余的这个角度稍微修掉，然后到前面多余的角度修除。然后刘海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可以依照它前面的长度去做一点修饰。然后最好啊，位置就是在眉毛前端就好了，不要太长。好，那这样左边的上面就完成了，我们再来完成另外一边，等一下给大家看效果。好，那顶部区整个完成之后，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拿出我们的打薄剪，在两侧头角的位置，包含刘海区做一点打薄。那打薄的技巧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只要梳子往前梳，那轻轻的从内层做调亮，轻轻往前梳，然后往内层这样做调亮的动作，往前，然后做开合，它就可以调掉两侧比较厚的头发了。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往前梳，那这样开合一下，然后慢慢的，不用太多。那我今天选择是15% 的打薄剪，所以这样就可以修饰到两侧比较厚重的头发了。好，接下来我就把它吹干造型给大家看。那我们今天要帮它做一个韩式的造型，韩式造型主要就是蓬度跟弯度。那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烫发的话，我们就用离子夹来做完成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从顶部区开始哦，顶部区稍微拉一片，然后因为一般离子夹都有圆弧度嘛，我们夹的时候呢，往上然后往前带。它这样就会有一个弯度了，很立体的弯度。然后我们依次这样一片一片完成，两侧往左右，这样这个造型就可以很快速的完成了。所以一般男生啊，在家帮自己完成这样的造型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，你只需要一把离子夹就可以完成，或者是你可以找发型师啊，帮你做一个简单的空气烫或韩式烫，这样的弯度的效果啊是非常立体。而且如果烫过头发，你就等于说你每天洗完头发吹干就好，你不用每天在那边夹那边抓。好，顶部区这里完成之后，你看哦，上面就有一定的蓬度跟卷度了，前面又会比较直，所以前面我们再加强一下，在这一块稍微分起来，然后分的位置大概在2个手指的宽度，然后轻轻的往上，然后往前，像这样有一点弯度出来就可以了，不用到太卷。现在的卷度其实流行啊，不会说到很卷的那种。像花椰菜那种感觉，其实它就是微微的就好了。好，两侧这边往下稍微夹一下，然后最后我们再上一点点发蜡就可以咯。好，抓发蜡的小技巧啊，就是像这样搓揉，让发蜡均匀的涂抹上去，这样整个造型就完成了。而且啊，这个刘海啊就不会说太短，因为我们今天修到是刚好眉毛嘛，那它有一点弯度的话，你看感觉就非常立体。好，它现在整个造型完成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造型呈现的效果。那两边跟后脑勺的位置修饰出来之后，它整个人的立体度是变得比较好的。然后后脑勺头型这个蓬度啊，就会变得修饰感在头型上效果比较好。然后正面来说，它两侧比较蓬的头发修掉了，你会发现它整个脸型是拉长的效果，然后上面做一点弯度，这造型啊就非常亚洲人的脸型修饰的部分。好，最后来做一个技术总结。今天的话，我们先第一个区域两侧修剪，用3mm 的公分套去做修饰，头角做一点保留，最后做连接。后脑勺部分，我们直接把它原本的线盖住，然后让它后脑勺去做一个连接后头型的部分。最后呢，两侧的长度放下来，做柔和感的点剪，点剪完之后135度做去角，最后再修刘海，然后两边比较厚的地方稍微做一点打薄，这个剪发技巧就完成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个是我的 model， 那他目前已经3、4个月没剪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发状况，他现在有一点自然卷，然后两边有点微蓬。等一下两侧的部分的话，我会用渐层下去帮他做修剪。我们摸一下头角的部分，那我会在头角的这个部分把头发夹起来。那我们就开始操作，拿出我们的电剪。那我会选用这种可以推公分的推剪去做操作。那一开始的话，我会先把电推的这个 mini 数往后推到底。那一开始因为他头发太长，所以我先修一个长度，然后我会把电推把它推到最后一个，然
后开始做渐层。下面的部分的话会推得比较光，然后上面的部分的话我们要保留。记得要做一个抛的动作，抛的动作就是这样子，手要有一个弧度，这样才能保留上面的头发。用抛的保留上面是怕说，如果你不太会做渐层的话，这个动作可以比较好预留上面的长度。那我现在还是一样，要把上面的长度再修短一点。那我们现在一样，再推回最后面。那我们去做这边断层的部分，然后我左手可以去扶着你的电推，可以让电推的稳定度更好。那我们等一下后面跟旁边的技巧都一样。那我们先把这一 part 处理掉。那我们两边已经完成了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我会在最下面的部分用这种最小支的电剪，它可以剪得比较干净。那会在下面这个部分做一个比较光的区块，然后我们在上面再去做渐层。我们先喷点水，现在要衔接两边比较长的部分，照这个方式衔接旁边。那我们先把旁边多出来的轮廓部分一次把它修完。那我们现在旁边已经连接完了，我们现在要设定刘海的长度。今天是想要让它以清爽的为主，所以刘海的部分我会剪比较短。那我现在会用点剪的方式去修轮廓的边边。点剪的话，它可以让头发比较有柔和感。那这边通常都会有一个小角角，我们把它梳起来，然后一样用点剪的方式把它点掉，这样刘海的长度就完成了。我们现在要设定上面的层次。那为什么要剪层次呢？是因为要创造头顶的蓬度。层次的部分，我会先从上面这一块开始剪。我会拉后面的这一个头发作为基准的，这样可以看到这边比较短的头发跟比较长的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做点剪，把比较长的去掉。这时候我们就看一下镜子，习惯边剪边去摸头发，抓起来的感觉。这边都是一样的手法去剪。可以用手去拨一下层次剪出来的感觉，然后我们再衔接旁边的部分，会多一个像这样的角，我们再把它做一个去除。那我们全部剪完之后，头发一定会呈现比较厚重的状态。我会用深点剪下去做一个头发的去除重量。那一样，我们把头发分起来。然后用斜的方式，那记得剪的时候要随时拨一下头发，看一下头发的状况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，等一下会教大家做造型，教大家一个吹风的小技巧。那男生在家自己也可以简单做。我们先把一区的头发抓起来，有点微勾的方式，然后风头呢朝着发根的部分去吹，然后这时候头发会热热的，我们不要马上放开，等冷却了之后再放开。那就接着一层一层这样子去吹。像这样吹完头发会蓬蓬的，手就不要尽量再去把它压扁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接着摸发蜡。我会用大概1块钱硬币的大小，然后我们先把它搓均匀，抹在头发上。那我会把它打得乱乱的，记得发根也要抹到。
如果说你们都是抹在头发表面的话，这样出门很快就塌掉了。这时候头发乱乱的没关系，我们用手指去做微调就可以了。那我会在刘海这边抓一个小小的逗号刘海，这也是一个造型之一。拿出你的大拇指跟食指，我们去做一个搓揉的动作，可以让它更有束感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今天帮大家做一个总结。那我们旁边的部分使用了渐层的技巧，然后把头发放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去修轮廓的地方，最后去做层次，以及你的刘海的长度，最后我们再去抓造型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结束。今天分享是韩系的短发。那我今天分享的是男士的清爽短发。你最喜欢我们2个 PK 的哪一款发型？请记得在影片结束后留言告诉我们。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安博老师的分享。未来如果你们还想看我跟安博分享哪些发型给大家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哦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们这部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。最后这边附上有 IGFB， 这边有 Line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这边私讯或跟我预约。那我们影片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